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以前介绍过如何调节水压调节器，也稍微说了一下如何更换，不过没有实际操作。今天我这水压调节器又坏了，这东西有时又称为降水压器，应该是为了把 CT 的高水压降下来而使用的。可能我这边 CT 水压特别高，所以容易坏。这东西坏时，家里的水压会变得很高，可以用这个测水压的表看一下。家里的水压最好是介于55到65之间，不然可能需要调节或者是更换。这东西如果只是渗水的话，可能可以只更换螺环的那块圆柱，这样可以省下一些经费。但是老实说，如果已经漏水了，圆柱通常也会已经生锈了，我建议要整个更换掉。我们今天就整个更换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购买时要注意，最好需要购买和之前完全相同的型号。我这边就很失败。这款是我最早的水压调节器，它坏了之后，我找人帮我更换，但是他们帮我换了一个相同大小但是不同的型号。我那时不知道他们更换了上面的螺环和焊接，所以之后囤一个购买时，我买了一个最早的那个型号。结果我现在要更换时发现，就算这接口是一样大的，这螺环部分也不一定完全匹配，所以我只好又购买了现在使用的这款型号。我囤的这款目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可能以后在网上卖掉。还有一点，就是我在购买时发现，它同样的型号是有不一样大小的，所以不是型号一样就行，还要确保管线的宽度是对的。我们现在开始更换，你会需要很大的扳手，还有一个大夹子，以及最好有人帮忙。在房子里的话，这东西前面通常会有一个入水阀，把那个关起来的话就可以把水挡住。但是户外的话，这水压调节器在除水阀之前，所以需要把 CT 的入水口关掉。这个口通常在院子附近有个铁盖。打开后，用扳手顺时钟旋转这个旋钮，就可以把水关掉。水关掉之后，我们把水放掉。接下来，我们把这个水压调节器下来，这最好需要2个人合作，一个人负责用夹子把圆柱夹住，另外一个用更大的管钳逆时钟旋转，把这个螺环弄松。我这次没有人帮忙，所以用这个很极限的做法挺困难的。尤其是我没有一个更大一点的管钳，本身光夹住就很困难，大家最好不要这样做，没做好的话可能会把这些管线搞坏。下面这个螺环朝上，所以它的逆时针从上往下看的话就是顺时针。这螺环和里面的垫片需要留下来，我这次买的应该是会附这些零件的，但是包裹里面并没有，所以我只好重复使用。放好垫片，我们把新的水压调节器放进去。这边需要注意，这是有方向性的，这里的水是从下面上来的，所以水必须要是从下往上。这水压调节器有个箭头，我们需要朝上，把螺环装回去。拧紧就很困难，我强烈建议需要2个人。安装完之后，我们把 CT 的入水口打开，这个打开是逆时钟旋转。我们把水打开，把管线的空气清一下。然后我们测一下水压，调节一下螺钉，逆时钟旋转，螺钉会出来，水压会下降。顺时针螺钉往内旋转，水压会上升。最后用螺环固定住，记得正常水压应该是55至65，我设在60。这数值我的经验是在家里使用水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，所以最好使用一下水之后再出来测一次，确保水压停在自己要的数值。这样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